种疑似存在于美洲的吸血动物，它非常凶猛。像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天鹅人，在水里的美人鱼，以及神秘诡异的河童，它们都是都市传说中最神秘的生物之一。那么，它们有可能存在于地球之上过吗？跟随所长来看10种传说中令你瑟瑟发抖的生物。第10，蒙古死亡蠕虫。蒙古死亡蠕虫是一只巨大毒虫，据说它居住在戈壁滩里。它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中的角色，但人们曾多次遇到它，这为它确实存在的说法提供了支持。据说这些蠕虫的长度在2到5英尺之间，体型粗大。1922年，蒙古国总理说，这种虫子没有头和腿，但却有剧毒，只要触摸它就意味着立刻死掉。传说这种蠕虫生活在地下，最多冬眠1年，除了6月和7月基本不活动。当下雨和地面潮湿时，它会爬出地面，会经常捕食骆驼，并在其肠道内产卵。更神奇的是，传说这种虫子能从直肠中发出闪电。虽然蒙古游牧民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报道过它的存在，但是并没有真凭实据证明这种生物的真实性。第9，天鹅人。天鹅人是美国都市传说中经久不衰的一种生物。天鹅人在1926年被一个年轻的男孩首次发现。虽然有不少人看到过天鹅人，但是却没有任何照片。据目击者的报告，天鹅人大约有5至7英尺高，它非常宽大，有一对类似人的脚，一双巨大明亮的眼睛于头额上，头连接着肩部巨大像蝙蝠的翅膀。1967年，在西弗吉尼亚州造成36人死亡的大桥断裂传言与它有关。更有传言称，见过天鹅人的人会自杀身亡，或者变得精神异常，而且他们大都活不过半年。看过天鹅人而丧生者多达100多人。40几年以来，这次事件被美国国安局视为机密档案，无人知晓那段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这也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谜。第8，河童。河童是中国民间传说中的水鬼，最早起源于中国黄河流域上游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河童外表看起来类似3到4岁的儿童，但是身体却覆盖住连弓箭也无法射穿的坚硬鳞片，通常都是全身潜入水中。河童在日本也同样使人们恐惧。据民间传闻所得，河童长得瘦小，高约60公分至1米，重约45公斤，身上有臭味和粘液，难以捕捉。据说某些地方的河童全身有毛。河童有水时充满活力，一旦没水则会全身乏力。虽然日本全国各地都有河童出没的传言，不过其中却以琵琶湖的河童传说起源最早。据说琵琶湖中栖息着各种不同种类的河童，其中一些河童每年都害许多无辜的人溺毙。这些河童会躲在水里，并趁机拉住人的脚，拉到水里后吃掉。第7，美人鱼。相传在公元前450年左右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《地脉欧篇》中记载了美人鱼的故事。在一个有音乐、歌舞和魔术表演的宴会上，一条美人鱼用它的尾巴服侍过所有的观众。后来，美人鱼变成了一个圣物。人鱼的传说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多被记载为人鱼，如《唐国史补》《太平广记》《海内十洲记》等都有记载。不光是在古代，在现代也有很多美人鱼的目击。更有传言称，在1991年，科学家们发掘到世界首具完整的美人鱼化石，证实了这种只在童话中出现的动物的确在世界里存在过。对于美人鱼是否真实存在，也没有确切的定论。第6，狼人。狼人是西方民间传说的一种兽人，其平时从外表上看与常人并无不同，但一到月圆之夜就会变身为狼人，失去理性并变得狂暴，并且极度惧怕银。就人类而言，通常认为狼人没有理智与感情，充满嗜血的欲望。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。狼人只是对威胁到他们生存的人和他们的宿敌吸血鬼敌对，对自己的同类是非常友好的。天然的纯种狼人几乎全部对人类绝无好感，也不愿意接近人类。古代欧洲认为，当时爆发瘟疫，有一个人被蝙蝠咬伤，
另一个被狼咬伤，两个人由于病毒产生变异，一位成为吸血鬼的始祖，另一位成为狼人的始祖。从此，狼人和吸血鬼便在欧洲流传开来。这些说法都来自电影内容，狼人的真实起源未知。第五，卓博卡布拉。卓博卡布拉是一种被怀疑存在于美洲的吸血动物，最早被发现在1990年代初的波多黎各，后来在墨西哥及美国南部也传说出现，据说会攻击并吸食牲畜的血。这种神秘动物最早被发现是在1995年的波多黎各，一个女子宣称自己看见一个古怪的吸血动物，这种动物身高在半米左右，皮肤和恐龙的皮肤差不多，长着2个鸡蛋般大小的大眼睛，嘴上是2只突出的獠牙，从脖子到背上是各样颜色的尖刺。有些目击者说他喜欢袭击小型家禽和牲畜，例如鸭子和羊。最可怕的是，它和传说中的吸血鬼类似，会在猎物上咬出一个小口，然后从这小口将其全身血吸干。但阴谋论认为，政府最后以流浪狗为理由封锁了所有消息。第四，独眼巨人。独眼巨人是希腊神话中西西里岛的巨人，他的独眼长在额头上。在传说中，独眼巨人力大无穷，他们可以制造出精致的神兵利器，也能修建宏伟的宫殿。但独眼巨人脾气暴躁，对人类并不友好。而在荷马的《奥德赛》里，独眼巨人是波塞冬的孩子，居住在遥远国度里的一个种族。有一天，古希腊人登上了一座后来名为西西里的岛屿，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奇怪生物的骨头。这些头骨的额头中心有一个非常大的空洞，因此希腊人就创造出了神话故事当中的独眼人。但这实际上是矮象化石，矮象头骨中间的鼻腔开口被他们误认为是眼眶，但这并不影响独眼巨人在古希腊人心中的地位。第三，北海巨妖。北海巨妖克拉肯是北欧神话中的深海怪物。自从18世纪晚期以来，关于克拉肯有许多不同的说法，大都把它描述成类似章鱼的生物。北海巨妖有巨大的体型，当它浮上水面的时候，有些水手会误把它的身体当作一座小岛，甚至会登上这座小岛，在上面安营扎寨，结果在它沉下去的时候葬身海底。巨妖体长155米，体重准确的说是未知，在大多数小说中被描述为重达330吨的庞然大物。巨妖还有着多只巨大的触手，可以把巨舰或轮船卷入海底，因此有人认为它的原型实际上是挪威海附近13米的大王乌贼。这些怪物生活在海洋的深处，但是经常浮上水面捕食，有报告说它们会袭击船只。第二，大脚怪。大脚怪是在美国和加拿大发现但未证实的一种4元的巨型怪兽，在北美的印第安人中早就流传着这种神秘怪兽的传说，但确凿的足迹最早是在1811年发现的。当时探险家大卫探险途中看到一串人形的巨大脚印，每个长30厘米，宽18厘米。从此人们就用大脚怪来称呼这种怪兽。之后关于发现大脚怪或其脚印的消息络绎不绝，至少有750人自称他们见到了大脚怪，还有更多的人见到了巨大的脚印。虽然不少科学家认为大脚怪是虚妄之谈，但许多科学家认为大脚怪可能是古代巨猿的后代。它们身材十分高大，有强烈的恶臭味，在世界各地都有出现的踪迹，例如喜马拉雅山的雪人、中国的野人等。第一，火龙。火龙是传说中能喷火的巨龙，多出现在国外科幻小说里。它们的外形凶悍威猛，一般是邪恶的代表。火龙一般会选择居住在山上或山谷进行伪装，不易被敌人发现，长久生存。一般认为火龙的皮、血等身体部位都具有很强的魔法功能，人和牲口常常是它们的美餐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传说中的龙，其中中国火球龙最被我们熟知。它的外表特别醒目，脸上长着一只狮子鼻，鼻子周围有一圈金色的流苏状尖刺，眼睛突出。此种龙因为在被激怒的时候能从鼻孔里喷射出蘑菇状火球，因此得名。火球生性好斗，但是和多数火龙相比，
它比较能忍受自己的同胞，有时候甚至愿意和其他1、2条火龙共享一块领地。这些生物是不是你的噩梦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也喜欢类似的视频，就点击主页浏览、关注。感谢观看，我们将在下一期节目再次相遇。